早餐，很夸张哎，是什么早餐值得你们排这么长的队？这队伍并不是排到这里停，我们还在排队上楼梯。我们排队这边呢是一个市场，然后我看到有人就在这边坐着吃生鱼片哎，天哪，好特别哦！它里面是一个美食中心，但是坐在这边的大部分人呢，都是为了吃那个富航豆浆。我要包饼，然后加油条，然后我还要喝豆浆。你要冷的热的吧？我要咸的。咸豆浆。对，试一下。他们在炸油条。我叫一杯冷的豆浆，然后一个热的咸豆浆，然后呢，小少爷要一个厚饼夹蛋。我要薄饼夹蛋。好，薄饼夹蛋，然后我也是要薄饼夹蛋，但是我加油条。然后我加一个油条。能不能加荷包蛋在里面？可以啊，你就叫啊。还是你要葱蛋？我想要葱蛋荷包蛋。一个一个。还有加饭团。我的这个薄饼加油条，然后小少爷的这个是他的咸豆浆，咸豆浆我们叫的是热的，然后冷的豆浆，还有我的饭团，它饭团看起来很香。我们忘了这个是什么，但是它是葱饼。薄蛋，我加的油条大满瓜呢，很像豆腐哎，连咸豆浆。Nice but not my type。冒着烟呢。这个样子比较能给你们拍清楚，它里面有一些油条块、肉松、菜脯，就是大头菜，还有那个葱蛋，吃到最后其实是很香。但是呢，它有一点就是吃到后面那个饭团呢，就会如果包得住的话，就会压得不够紧实，有点松散，我还得自己手动给它捏回去。我觉得可能在台北不太习惯的是只有2点，就是第一，它的旅馆，还有它的车费，它的打车真的很贵，所以基本上都是搭捷运还有搭公交。可是呢，它的捷运呢，每一个都要走得半死，然后就是很累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走到那个地方，你实际上你能玩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很累了。它的旅馆我感觉和新加坡的很像，就是又贵，可是呢那个房型不至于说就是特别好的那种酒店。感觉有一点很好，就是台湾人就很有秩序的感觉。就是目前为止，我和小少爷去的，无论是哪一家吃饭的地方，就是外面排好多人，但是实际上等待的时间呢，不会很长，可以马上就到我们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马上吃饱。而且大多数他们的那些餐厅的位置都很小，但是他们吃完了就很快就走掉了。他们这个城市好像就是很 pet friendly， 就是我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就带他们的猫猫狗狗进餐厅，然后都不用告知一声的。可能就是台湾人很有
那个边界感，所以可能也不太会，就是会做出一些什么很出格的事情。那在马来西亚，我们是不能带宠物出去的，有好多地方都不能带宠物进餐厅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困惑，昨天我从西门町出来搭捷运的时候，我手上就是西门町吃吃喝喝，手上有很多垃圾，然后我们一直在找垃圾桶。可是找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们想说捷运站应该会有垃圾桶吧，可是找了很久都没有垃圾桶。问题是也没有人随便在路边扔垃圾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很好奇一件事情，你们的垃圾都去哪里了？磨蹭了一下，终于舍得出发了。我们现在呢要去淡水，然后呢再去跳石。可是去淡水和跳石的路程好像就是有点久，就是各自去的地方都要1个小时左右。淡水有好多人哦，就好适合家庭来这边玩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有那个老街可以逛，然后吃一下东西。是海哦。遇到一个说台湾的土产酸梅汤，酸梅汤，找到了淡水的特产铁蛋，那个。我点的这一个是原味的，他们貌似还有原味，还有辣味的口味。然后我买的这个是小包，因为我想先试试看它好不好吃。我没吃过，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吃过。我们的淡水铁蛋。吃起来像酱油味比较重一点点的卤蛋耶，而且它是比较 Q 弹一点的。他们有说，就是在这个咖啡馆上面喝咖啡，眺望整个这个车站还有海呢，就会更加的漂亮。我们就是走到一半太累了。然后呢，就打算是在淡水直接打车过来跳石这边，就在淡水这边打车来跳石也要40多分钟，就很漂亮。现在才6点47，可是天就暗得差不多啦。我们在这边。我们要搭 all the way back to 淡水站。跳石是很美啦，但是呢，我不太建议你们过来。就是如果你们有来台北旅游的话，因为就是
感觉专门从这边就为了拍一个那个公车站，除非你的交通实在是很方便，不然的话，你实际上你花费你来的时间真的会多过你在那边待的时间，然后你的人也会很累。就是我不是说我们要就是公车站搭到淡水捷运吗？然后呢，我们之后还要从淡水捷运搭到它的最后一站象山，我们才能吃得上饭。我和小少爷呢，就是在这样一来一回，浪费了好多时间。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一直在中途换车。我们晚餐来吃一兰拉面，要拿号哦，然后好多人在排队。我们在一兰拉面拿了号之后呢，就来对面的这个711吃点东西。因为呢，一兰拉面就是现在在我们前面还有好多座位，然后它好像也是24小时的，所以我们在那之前，我们先垫吧一些东西。因为我们就是很饿，今天花很多时间都在淡水来回之间，所以呢就没有什么时间吃到饭，所以我们先来吃点东西吧。它这个面包我看了好多次了，就是每次来711我都看到，我觉得好像很好吃。它有很多的冷冻食品。真的，我每次看到这些溏心蛋，我都很想吃，但是我吃了很多天的蛋了。点了一个卤味、柠檬红茶、木瓜，太多天没有吃到水果了。饭团，小少爷刚刚给我热了，还有小少爷的饭团，还弄了一个炸鸡。先吃这个卤味。我来台湾的第一个豆干献给了711。我点的这个饭团有一个很完美的名字，它叫炭烤烧肉。这个鸡柳条也很好吃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这个，还有我的炭烤烧肉饭团，这两个很好吃。刚刚呢，我在711里面吃东西的时候呢，有看到很多人就是买一些酒，然后已经开始混着喝。小少爷说他们已经开始那个 pre-drinking section， 因为原来这附近有很多酒吧什么的。然后现在我们的一兰拉面还要排100多个号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台湾信义区的酒吧。
track，就是有很多酒吧、club， 一条街全部都是。刚刚其实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附近这边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有。我就是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，怎么突然有这么多人群，然后一个个穿的都好潮哦，然后好多正妹，然后就看着，估计是酒吧。你有几号1951。OK， 这边稍等一下，2位都到了。对。这边1951，2位。这边要先装好，谢谢。谢谢。4142的。好，谢谢。水是冷的哎，11点25，等了超久的。它只有一个味道，但我选的是这个，就3个叉烧，一个温泉蛋，然后小少爷有点的是这个，它就只是加多2片叉烧，然后有木耳跟葱花，然后看你要不要单加什么东西。这个是我第一次吃，我都没吃过呢。他给我上的这个，我的叉烧还有我的蛋，都已经剥好了的。先喝一口它的汤。